真的是错了。大人，元芳，有事吗？卑职是来向大人辞行的。什么？卑职无能保护大人，在厉鬼面前竟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。这一次，面对厉鬼，我们都失去了勇气。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九叔的安全，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厉鬼斩下了他的头颅。我狄仁杰愧对恩济庄的乡亲们。大人，是卑职无能，请大人准许卑职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。元芳，还记得突厥使团遇汉崖吗？你身遭渊县被人追杀，大小恶战数十场，身负重伤，可你从来没有屈服过。为了自己的清白，你甘冒大险来到将帐见我，这是何等的勇气！可今天面对厉鬼，你却萌生退意，真是让我感到惊讶。大人，卑职是下级军官出身，靠刀枪挣出的功名，不管多么恶劣的环境，多么危险的情况，卑职从没有恐惧过。可是这一次，是啊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不是人，而是鬼。大人，不是卑职忍心要离开大人，而是幽冥之事，卑职真的无能为力。今天晚上竟然是大人拔出了卑职的宝剑，卑职真的感到无地自容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在恩济庄的百姓和皇帝面前都夸下了海口，声言自己能够捉鬼，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世上会有鬼。可是我错了，现在看来，发生在4道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，就是一桩幽冥立案。明日大人便可对村民们讲明，幽冥之事并不是可以说清楚的，这不是大人的过错。就是百姓们肯放过我，皇帝也不会放过我。他已经下旨封我为抓鬼大臣，如果我无功而返，他会怎么样？君无戏言呐。元芳，我们是不是想自己想的太多了？什么无能为力，什么君无戏言，我们何尝替那些被厉鬼无辜杀害的村民们想过？我们之所以在厉鬼面前失去了勇气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越做越大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自己想的太多了？元芳，我觉得你我都应该找回过去的勇气。大人，我明白了。元芳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大人，您说。这一次，不管你我2人的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替恩济庄的百姓除掉这个无头厉鬼。哎，曾太呢？在东厢房。哦，曾太，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那位？什么？不是吗？你就是那位。作弊！作弊！你立即把曾太找来，我们马上回神都，连夜再看官道。是。
是。内卫，真的是内卫。所谓死者江小郎，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，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。内卫府阁领孙殿臣，他叫孙殿臣。是啊，内卫府阁领，官儿可不小啊。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？是左臂，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。左臂？是啊。你做过内卫，你的左臂上有什么？梅花刺青。这就对了。本来我已经认定此案为厉鬼作祟，可是一道灵光照亮了我的脑海，那就是左臂。当时我想，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，假托前随旧事，以厉鬼作为幌子，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死者的身份。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，这一点很好理解，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？因为死者是内卫，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，一旦刺青被人发现，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。不错，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，我们那一番谈话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，从案发到报案，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，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这条官道直通神都，非常繁忙。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？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，路上就没有车辆。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？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，辰时开启。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？不对啊，恩师，有一点说不通啊。什么？既然城门已经关闭，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？即使他赶到了，也叫不开城门呢。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。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？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。对呀，用这块腰牌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，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，
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据。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。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官道旁的墓碑。墓碑有什么奇怪的？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，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，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？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，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。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，去做什么。可事实再一次证明，大人推断如神。这一块腰牌的出现，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。大人，卑职……为神惧鬼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在没找到这块腰牌之前，我也几乎相信了厉鬼作祟这一推断。可是最细微的细节，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。一块内卫腰牌令我拨云见日。先生万分惭愧。你也不必自责了。此案设计之奇，真是亘古未有啊！从各个细节入手，将人引入幽冥之境，真可谓是大师的杰作。只可惜大师碰到了大人。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，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。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。可是恩师，难道恩济庄中死去的那3位老者也是内卫？绝不会，这个案子另有蹊跷之处。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，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江家庄中的血案。江小郎啊，江小郎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竟然如此神秘？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？大人，动手吧。放倒墓碑，掘开坟地。是。60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江家大院大小30余口被杀，可偏偏户主江小郎没有死，这说明了什么？真是不可思议。案发之后，县里派县城来勘察现场。前几天你对我说那个县城还活着，他叫高如进，对吧？正是。江家大院的惨案和江家庄的地址都是他告诉你的？是的。他既然奉命勘察现场，那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尸体中没有江小郎呢？想来是尸身被斩去头颅，无法辨认吧？不对，据高如进所说，
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，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。几十颗头颅，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，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。那个高如进是这么对你说的吧？恩师的记性真好，一字不错。他既然在西林中的将军庙里发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，他就应该知道这些死者当中没有江小郎。可他为什么将这一点隐去，不对你讲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们还是先不要妄下评断，还是沿着案子的线索走下去。据高如进所说，此案持续了4个月，竟没有任何进展。后来一位走访的道士来到县里，对老朽说：“此乃厉鬼作祟，阴兵杀人呐！”什么？阴兵杀人？是的，当时老朽还不相信，没想到第2天江家庄大火，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。据他所说，那场大火是在江家庄血案4个月之后发生的，对吧？是的。这就产生了2个疑问。第一，如果真的是厉鬼作祟、阴兵杀人，为什么不在屠杀江家大院的同时放火烧死岗上所有江姓之人，而非要等到4个月之后呢？第二，如果宇文成都的厉鬼是为了报仇杀死江姓所有的人，为什么偏偏要放走他的最大仇家江小郎呢？再有，人们修建庙宇就是为了供奉神位香火，如果宇文成都的魂魄真的存在，那么西林将军庙就应该是他的家，他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家焚毁呢？这一切既不符合阳间的逻辑，也不符合阴间的逻辑，乍一听起来毫无破绽，似乎很有道理，但是仔细推敲之下，却是漏洞百出。大人，如果60年前那桩案子也不是厉鬼所为，而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巨大阴谋，那么60年前发生在江家庄的惨案和最近发生的滴血雄鹰案，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关联。说得好，与我所想一致。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。卑职临台著作局郎朱喜叩见国老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请。大人，傍晚才接到少监大人的通报，说国老要到使馆来查阅旧档，不知国老要查哪一库啊？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间的右卫档案。大人，国老请随我来。请。请。国老，从这个格子向左，依次就是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右卫的旧档。有劳了。卑职告退。这里有江小郎的名字。念。江小郎是高祖武德6年加入右卫的，当时官拜游击将军。还有什么？2年后积功至汉阳将军，太宗贞观初，江小郎忽然失踪。失踪？是。书中有没有记载他失踪的原因？大人，你看。刚刚撕下不久。
据恩济庄的庞九叔所说，那个江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卸甲归田，率旧部建起了江家庄。可这书中记载，江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忽然失踪。两下印证，看来这江小郎并不是卸甲归田，而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逃离了右卫军中，并且带走了一部分旧部。这缺的2页正是他逃走的原因，看来这才是本案的关键。我们的对手很狡猾，竟然抢先我们一步销毁了证据。你错了，这恰恰传达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信息，而这个信息将会毁了他们的计划。如果不是看到这2张缺页，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的。大人，卑职愚钝，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到了明天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恩师，您可回来了？怎么？学生在河南县当年旧党中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。哦，第一点是贞观8年，曾有一批右卫军官来到河南县，要求地方官协助追查江小郎的下落。当时接待他们的正是县丞高如进。之后，这批军官竟神秘地失踪了。第二点，江家庄血案发生4个月后，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，目的是查找上一批军官和江小郎的下落。学生认为，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妥。档案我带来，您看。一切都明白了。看来，60年前发生在江家庄的血案，马上可以结。哟，是太爷呀，里面请。前辈在吗？在，我马上去叫他。恩师，学生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咱们为什么来找高如进呢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前辈，不敢劳动太爷，快请坐。你就是原河南县城高如进呐？这位是当朝宰辅狄仁杰，狄国老。草民高如进，不知国老驾到，有失迎驾，望其恕罪。你叫高如进？是。你不姓高，也不叫高如进，你是江小郎。国老玩笑了。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。你就是前右卫汉阳将军江家庄江姓族长江小郎。国老，草民原河南县城高如进，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。恩师，他确实是高如进。会不会搞错了，大人？贞观初年以前，这世上根本没有高如进这个人。江小郎，贞观初年，你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率部下逃离了右卫军中，来到河南县，在邙山深处建起了江家庄。当时除了你的部下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见过你的真实面目，也没有人知道江小郎这个名字。你为了怕右卫追查，便化名高如进，买通了当时的官吏，
替你增补了身份文牒，你便将家人留在了江家大院，而你自己却住进了县城之中。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过江家庄。2年之后，也就是贞观3年，你混进了县衙，坐上了县城的位子。郭老说的草民不明白。哦，是吗？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是因为时间太长了，还是因为你年龄太大？贞观8年，右卫得知了你的下落，派了一批军官来河南县追查。没有想到的是，接待这些军官的人就是你。诸位将军都是右卫军中的监察使。是。那诸位将军来此何干啊？几年前，魏中汉阳将军江小郎率部叛逃，据说是藏在河南县中，因此我等前来，请县城大人协助查找。那你们怎么知道江小郎在河南县呢？是他的家人通过秘密途径传出的消息。那你们认识这个江小郎吗？不认识。诸位将军请放心，我一定全力协助。这件事你也忘了吗？过了几天，你谎称找到了江小郎的下落，将军官们骗到江家庄，住进了你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的家——江家大院。诸位将军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这江小郎就住在江家庄里，但是他现在出门去了。据村里人说，他明天才能回来，因此请诸位将军在此等候。一旦江小郎回来，我立刻前来报信。好，快！当天夜里，你的部下趁大雨潜入了江家大院，杀死了院中所有的人。怎么样？还要我继续再往下说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就是江小郎。你真的是江小郎？我就是原右卫汉阳将军江小郎。你既然肯于承认，就说明你还有悔过之心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你自己说吧。是江家庄血案4个月后，河南县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，他们拿出州刺史行文，严令县中10日之内找到前次失踪的军官和江小郎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万分惶惧。我想，看来朝廷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连我的家人都出卖了我，住在江家庄中的那些旧部就更不能信任。他们熟知我过去的一切，一旦露出马脚，我就彻底完了。于是，一条毒计在我脑海中形成了。我先找到了一个叫虚谷子的道士，命他散出风去，说是4个月前在江家庄的那桩血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。我所有的部下都知道我与宇文成都的恩怨，他们听闻此讯后深信不疑，非常惶恐。我又花大价钱雇来一批专职杀手，而后用计将查干的右卫军官骗到西林将军庙中，将其等伏杀，而后放火将庙烧毁，又率人趁夜来到江家庄，纵起大火，将住在岗上的所有江姓旧部全部烧死，杀人灭口。好歹毒的计策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此事结束后，草民心中的惶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这件事
折磨了我一辈子。你为什么要从右卫军中逃走？贞观初年，军中查出我参与侯军机谋反，因此派人侦讯。我见势不妙，便在营中设伏，杀死了前来侦讯的检校右卫将军孙大成，而后率部逃走。真想不到，60年前的疑案竟然被解开了，恩师真乃神人也。大人，您是怎么想到高如进就是江小郎的？说起来很简单，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江小郎还活着，只是昨天晚上到灵台查证的时候，我才突然发现有关江小郎的旧档被人撕去了2页，而且是最重要的2页。是啊，他为什么要撕去这2页呢？我们到灵台查证是突然决定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这就说明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为了阻止我们查证。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挟草民就范。半个月前，草民家中来了一个人。你是高如进？尊驾是？你别管我是谁，我来是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江小郎，60年前你做的那件事情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别紧张，只要你肯合作，我是绝对不会把你的老底给抖露出来的，更不会把你交给官府。他撕去2页旧档，就是为了以此为据要挟高如进，迫其就范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我断定江小郎一定没有死，因为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发生兴趣。那么既然江小郎没有死，他现在一定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人了，而这样的人在永昌县内只有6个，这其中之一就是高如进，他也是唯一与此案有关的人物。果然，当我回到家中，曾太拿来了旧档，告诉我当年右卫军官来追查叛将江小郎的时候，接待他们的就是高如进。2下印证，于是我断定高如进就是江小郎。天下能行此事者，唯狄公一人耳。哎，高如进，那个紫袍人到底要你跟他怎样合作？他让草民将60年前江家庄血案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。临行前对我说，一旦有人问起此事，让我一口咬定是宇文成都的厉鬼冤魂所为，还威胁草民说，如将此事泄露出去，便会将我送交到官府。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，国老请说。这个紫袍人怎么知道当年江家庄血案是你做的？国老还记得那个帮我散布风声的道士吗？我能问个问题吗？那要看我能不能回答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江家庄的血案是我做的？还记得当年替你散播风声的那个道士吗？虚谷子。正是。他还活着？是的。当年事情完结后，你想杀他灭口，没想到让他逃脱了，对吗？我真佩服你，一件大案做下来，竟没有留下丝毫破绽。你要再年轻几岁，我一定请你出山，重操旧业。
成败在此一举。恩师请放心，学生这就去安排。一定要做好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哦按照您的意思，我已经把何大人请来了。郭老，好，来得正好。今晚我要在恩济庄中抓鬼，何大人，我想请你看一看这出好戏呀。抓鬼？是啊，作为前隋将军宇文成都的冤魂厉鬼，今夜一定会出现在恩济庄中。大人怎么知道厉鬼今夜会出现呢？什么厉鬼冤魂呢？那都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说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狄某。您是说，所谓厉鬼作祟，其实都是人干的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到了化名高如进的前右卫汉阳将军江小郎，他就是60年前江家庄血案的一手策划和执行者。江小郎他不是死了吗？他没有死，他设下毒计，杀人灭口，几十年来一直逍遥法外，直到今天才落入狄某之手。他在您的手中？是啊，我已将他带到恩济庄中，并命人散出风去。我想那个厉鬼知道了，一定会来杀人灭口，于是我在江家大院巧布机关，静等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孽畜落入网中。原来如此。大人，如果他不来呢？他一定会来的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何大人啊，随着这个厉鬼的落网，那匹汉代宝马也将随之现形。我想你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吧？郭老已将卑职的好奇心说起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厉鬼是怎生模样，而那匹神秘的巨马究竟是何出处。好。郭老，您说他真的会来吗？你认为呢？卑职不敢妄言，只是想问问郭老的看法。放心吧，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他一定会来的。
么样？大人，他来了。好。何大人，到了此刻，你怎么反倒有些焦虑了？卑职倒是不曾焦虑，只是觉得这样的等待太漫长了，令人透不过气来。怎么样？大人，一切均如大人所料。此贼刚一进江家大院，就被钦差卫队所围。然而此贼力大无比，凶悍异常，连伤了数十个弟兄。卑职无奈之下，只得下令将其击毙。什么？是死了？是。我曾经三令五申，一定要抓活口。大人，此贼过于凶悍，弟兄们治不住他，只能出此下策。是卑职无能。好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恩师，马上把尸体抬走，命仵作立刻清理。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验尸。是。哎，那匹马呢？哦，是这样。刚才只顾围攻他了，那匹马自己跑掉了。命令所有卫士立即四下寻找。是。何大人，仵作应该已经将那具无头尸体清理出来了吧？我进去看看。何大人，敌国老严令，今夜任何人不得进入江家大院。我看一看，马上就出来了。除非有国老的手谕，否则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切，切，怎么了？听说狄大人抓到了于文成都的无头厉鬼，村民们都跑过去看了。是吗？
怎么，何大人要走啊？啊，这么好的戏，不去看看吗？哎，这走吧。了不起呀！啊，哎，这回都给抓来了，保住了！哎呀妈呀，这就是那无头厉鬼啊！哎，狄大人来了！狄大人，狄大人来了！乡亲们，听我说两句。乡亲们，安静了，听狄大人跟我们说。这就是那个祸乱一方的无头厉鬼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他不是鬼，而是人。站起来！怎么是人？娘的！我说这个王八蛋怎么不怕天亮呢？原来是人装的！把上体拿下来！哎呦！大家看见了吧？这个上体是用胶泥做成的，罩在此人的头顶之上，外面再罩上铠甲和斗篷，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，都不露任何的破绽。但是，无论他怎么装扮，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乡亲们，狄大人为我们抓了鬼，救了咱的命，咱们应该听狄大人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安静！乡亲们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此人虽是罪大恶极，但是还要经过官府的审讯才能够定罪。如果你们今天把他打死，狄某回朝无法向皇帝交代。而且此人虽然是凶手，却不是元凶巨恶，他的背后还有主谋。今天乡亲们让我把他带回朝中，对他严加审讯。我在此向乡亲们保证，一定给死去的乡亲们一个公道。还有什么可想的？狄大人救了咱恩济庄全村人的命，咱们不能让狄大人背黑锅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高三说的对。狄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，咱们应该跪下谢恩。对，狄大人跪着。感谢众乡亲爱戴，狄仁杰愧不敢当。谢谢狄大人。郭老，昨夜何大人辛苦了，带我们找到了假扮无头厉鬼的凶手，真是绝功甚伟啊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您说什么。不明白？这件事情没有比你更明白的人了。自庞九叔被害的那一天，我就开始怀疑你就是操纵无头将军的元凶巨恶，因为当时只有我们4个人听到庞九叔的那番话，也只有我们4个人才知道他不姓庞，而姓姜。为了使我坚信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做，于是你连夜招来了无头将军，杀死了庞九叔及另外一位老汉，使姜姓家族从此灭绝，真是人面兽心，歹毒之极。还有，从本案一开始，你就利用我对官道上马蹄印的怀疑大做文章，以前随蹄铁和汉代宝马2大悬疑，将此案引入幽冥，而后更混淆视听，假借60年前姜家庄惨案，宇文成都冤魂复仇这一无稽之谈，企图将我们带入歧途，令我们无法破案。李将军，你的话我不明白。哦，你不明白？好啊。郭老，高日进，利用2页旧档案胁迫你成为帮凶的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回郭老的话，正是此人。
怎么样？你还有何话说？本来你们的计划已经得逞，我已经完全相信了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这一说法。但是你命无头将军斩去了死者的左臂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怀疑，于是我便二勘官道，得到了这个。啊？此物你是从何得来？哼，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。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，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，因为他毕竟是人，而不是鬼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，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。于是，我便顺藤摸瓜，挖出了高如进，并且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。这样一个抓鬼的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。首先，我命人打造了一副和无头将军一样的铠甲，再用稻草扎成假人，选了一匹高头大马，将马蹄用胶泥制成海碗大小。在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，我让元芳从神都把你请来，告诉你我已设下巧局，无头将军今晚一定会中计。你虽然心中不信，但仍有些惴惴不安。于是到了夜里，我便命人假扮无头将军，来到了恩济庄。有人来了以后，把衣服脱下来给稻草人穿上，大家都拔刀鼓噪，明白了吗？是。脱下来，快给稻草人换上！快！剑插，拔出刀来！开始！杀！抓住无头将军了！于是，我便带你来到了江家大院，让你看到了无头将军的尸体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，因为无头将军是受你操控的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。可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令你感到害怕，于是你的心中七上八下。趁夜来到了大院，想验看一下尸体，证实一下那个尸体是不是你的无头将军。但是守门的卫士得到我的严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，这就更加增添了你心中的恐惧。于是你连夜骑马赶到西林将军庙中，想看一看你的无头将军是否还活着。等你走后，李元芳率兵包围了将军庙，经过一番激战，将你的无头将军捉拿归案。为了这个计划，我费尽心力，从无头将军的人选到马匹配置，我都极尽所能，做到滴水不漏。哦，我倒想听一听。这个无头将军名叫哈斯努尔，乃是3年前西域小国进贡骏马时一名随从的马夫。此人天生神力，又是个哑巴，正好为我所用。而那匹宝马名叫混青儿，是汗血马和西域马的混种，天下只此一匹，绝无再者。当时，哈斯努尔和这匹混青儿都在我飞龙使的贤厩之中，于是我暗中将他们偷出，精心打扮，化成厉鬼的模样。只要有行动，便听我的召唤，立刻出击。此计不可谓不巧，用心不可谓不精。然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
你最终还是自食恶果。连这等巧计都被你识破了，此乃时也命也。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何云，发生在4道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，都是你一手操纵的？不错。这是你假托厉鬼之名，针对内卫进行的一次清洗行动。可以这么说。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说。好啊，我今日就回朝，把你交给皇帝，看他会对你怎么样。你要把我交给皇帝？正是。你是知道他老人家的手段的，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样？分尸、寸劫还是活剐？不，我不能说，我说了会死得更惨。好吧，元芳备轿，回神都交旨。是。我看恩济庄的这些人啊，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案子没破时，千方百计的要大人回来救命。现在案子破了，大人离开，你看，哎，连个送行的都没有。元芳啊，为官者但求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民，至于其他的，就不必过多计较了啊。这恩济庄北依邙山，西对谷水，也算得上是个行胜之地。是啊，大人。大人，你看，恩济庄全体村民恭送狄大人。快请起，乡亲们快起来吧！大人走得仓促，村民们不及定做护民伞。这把油布雨伞就请大人收下，聊表恩济庄全体村民全权之意。感谢恩济庄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谊，狄仁杰既感且愧。乡亲们，都请起来吧。恩师，他们这是贵族，你要是不走，他们是不会起来的。多谢乡亲们，多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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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乡亲们。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闭目养神？公主，狄仁杰已经大获全胜了。什么？何云高如镜如今在他的手里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你我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能再等了，明天夜里必须行动。哎，春香，这根铁杆是做什么用的？啊，这是国师王之远进献的驱鬼法器，从空中导引火龙，
通过铜丝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，释放电流，使恶鬼无法进入殿中。国老请。陛下，狄国老来了。臣狄仁杰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怀英，听说你已经把永昌县的那个无头厉鬼抓住了。陛下是听何人说起的？是太平公主告诉我的。臣此次进宫正是向陛下交旨。还有，这次这个所谓的无头厉鬼并不是鬼，而是地地道道的人。哦，看来臣上次在宫中对陛下所说并非虚言，这世上是没有鬼的。这是此次永昌抓鬼的经过，臣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上面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您要是无心看阅奏章，臣就说给您听听，全当解闷儿。不必了，朕还是看奏章吧。是。陛下，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，还望陛下细读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对了，陛下。臣还有一事，能不能斗胆问一问？你说吧。刚才臣在殿外看到一根铁棍，春香说是什么驱鬼的法器。是的，自从这个法器进宫之后，朕再也没有被噩梦缠绕过，每晚都能安寝。这可真是个宝贝啊！哦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头罩。春香，把头罩拿给国老看看。是。国老。陛下，此物真的管用？应该说非常管用。那这两件物件是何人所献？是国师王之远和他的老师虚谷子研磨出来的。虚谷子？怎么你知道？啊，不，臣只是觉得这名字很耳熟。啊，这个虚谷子乃是首阳山中的一个道士，道行非常高深，今年已经100岁，是国师王之远的老师。哦，那臣就告退了。虚谷子。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大人，是在高如进家。他说替他散播消息的那个道士就叫虚谷子。
是他。怎么了，大人？不好，快走！快点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是。快点！不好，我们来晚了。啊！何云，何云，何云，狄大人，我何某悔不当初啊！大人，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，我们这个组织是奉皇帝的密旨组成的。就说我有要紧之事要面见皇帝。是。皇上，该安寝了。你去吧。是。帝国老有万分火急之事求见皇上。皇上刚刚睡下，就是10万分火急也不能见他。可是帝国老说，不管怎样都要把皇上叫醒。皇上最近身体不好，本身就睡眠不足，你还敢叫醒他？是不是不想要脑袋了？那我马上转告帝国老。去吧。帝国老，怎么样？皇上已经睡着了，不见任何人。国老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完了，一切全都晚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大人，你想到了什么？现在还有一线生机，但愿神佑皇帝，让他看到我留下的奏章。陛下，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，还望陛下细读。
先回去，今晚皇上肯定不会召见的。有所不为，有所避免。今夜就是死，我也要战死在这宫门前。来人！哎，狄国老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皇上召见。苍天有眼呐！好了，你回去吧。是，那微臣告退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针对陛下。陛下，想不想知道这案子的真相？那臣就实话实说了。说吧，今晚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忤逆之罪，有话就明讲吧。是，那臣就从头讲起吧。2年前，陛下密令国师王之远和飞龙使何云统帅内卫，在江湖上组成一个秘密组织，打着反武的旗号，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隐遁在江湖中的各派反武势力，将他们吸引出来，而后一网打尽。臣所说的没错吧？然而王之远并没有执行陛下的密令，他们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，非但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反而将之收为己用。收为己用？正是，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谋害陛下，挑起太子与梁王之间的争斗，从中渔翁得利。谁？你说的是谁？陛下不要心急，容臣慢慢的道来。这2年多以来，王之远与何云确实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，使自身的实力迅速壮大。然而他们手下仍有很多忠于陛下的内卫，
这些内卫得知了真情之后，必然要向陛下密报。没想到被王之远与何云得知，这二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与内卫的身份，又能够将异己铲除，就想出了这个假托厉鬼作祟的滴血雄鹰之计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有知情内卫的大清洗。河东、陇右、剑南三道连发血案，最后终于到了天子脚下的神都。内卫府阁领孙殿臣进京密报，终于被杀死在永昌县通往神都的官道之上。这个案子臣在奏章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。那么与滴血雄鹰同时进行的便是宫中闹鬼案。其实陛下先前所说的噩梦都不是梦，而是王之远的亲信春香等人做下的手脚。2日前，臣到观风殿为陛下诊病，发现陛下所服安神汤的药碗中有一些紫色的粉末。回去后，臣请高人验看，发现那粉末乃是用苗人的骨粉制成的迷幻药，正是春香等人让陛下服用了这种药，才使陛下屡生幻象。其实陛下在镜子中看到的所谓张怀太子的诗，不过是服用迷幻药后产生的幻觉罢了。啊！春香，春香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你没看见有一首诗吗？没有什么诗啊。啊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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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怎么样了，春香？把它放到箱子里，送到宝成殿。是。是啊，于是便有了那一幕幕的噩梦。我说怎么每一次做噩梦都像是在真实的情形之中，历历在目。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使陛下深信闹鬼之事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，为后面以这套法器来谋害陛下铺平了道路。他们既然已经潜入朕的身旁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朕杀掉？恕臣无状。如果陛下真的遇刺身亡，那么陛下身边的这些内侍和宫女就都会成为怀疑对象。一旦追查起来，不用1天时间，就会真相大白，揪出元凶，将其绳之以法。于是，他们就想出了这条毒计。他们知道王皇后死后，我畏惧厉鬼，害怕冤魂，他们就抓住我的弱点，作为武器来攻击我，只将我弄得形神俱溃。王之远再出面献宝，解我之危，在我不察之下，以此雷电法器将我杀死。
而后通过春香这些贱人之口，说出是厉鬼害了我，顺理成章，没有丝毫破绽。好歹毒的计策呀！这个王之远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，剁成肉泥。本来臣以为何云既是元凶，但是今天上午闲谈之中，陛下说出了虚谷子和王之远的关系，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的首恶并不是何云，而是王之远。于是我一下子想到了王之远所献的法器，那哪里是法器，明明是弑君的利刃。我心急如焚，跑到天牢之中找到何云，不想何云已被人投毒，临死之前向微臣说出了真相，臣这才硬闯上阳宫。能解如此奇案者，天下一人而已。陛下过奖了，但臣不得不说，王之远也不是本案的元凶首恶。是的，你刚刚说过，这个元凶是想借着我的死，挑起太子和梁王之间的争斗。是的，如果陛下宾天，太子与梁王的两股势力必定拼个你死我活，弄不好会两败俱伤。而此时这个元凶在以其号召力，凭借王之远收罗的那帮反武势力为后盾，出面收拾残局，坐收渔翁之利，此计不可谓不毒啊。谁？你说的这个人是谁？难道陛下真的想不出？国师真是好定力啊！大难临头了，竟然还能稳如泰山。他死了。哦。大人，谁干的？当然是那个元凶干的。那个元凶到底是谁呀？你真的想不出来？除了太平公主，还能有谁呢？是公主？那皇帝知道吗？皇帝是心知肚明，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。